几个问题。第一，这一次阿里巴巴走势从相对低位开始向上，它是反弹还是反转？第二，向上的空间有多大？第三，短期有没有可以参与的机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交易品种共享的大家庭，我们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来专注解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走势，也是帮助大家避开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和点赞。如果有看不准的品种，可以私信约稿。因为平台限制的原因，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放在社群更新，可以加微信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资格。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主要是来说一说港股的阿里巴巴。那之前对于美股的阿里巴巴，咱们是出过2期的视频。那这一次我们是对于港股的阿里巴巴来做一下说明，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的一个约稿。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从这个波浪结构的形态当中梳理完以后，看一看有没有实际可操作的机会。那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港股阿里巴巴的这个周线图，上市时间是从19年的11月份至今，整体运行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也就是将近这个6年的一个时间。在这6年里，一半的时间它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走势，是从2020年的10月底开始，高点是 309.4， 低点是出现在22年的10月底是 60.30。 在这一波下跌走势当中，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五浪推动形态，1、2、3、4、5，并且在这个五浪推动当中的第3浪，我们又可以清晰的数出一个延长浪的走势特征，分别是1、2、3、4、5、6、7、8、9波区别于传统的或者常规的5波形态，这里的3浪它内部结构是走出了9波延长特征。咱们分析这个港股或美股这些品种之外，同时我们也会将这个波浪理论的一些精华以及它的一些规则通过视频的形式传递给大家。所以这些经验之谈，大家可以选择写在你的小本子上作为以后你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的一个借鉴。那既然五浪下跌结束，那接下来就会面临这个中期的一个反弹。那首先我们还是拉取一个黄金分割。那通过这个黄金分割来看， 60.30见底之后开始的反弹，截止到目前也仅仅说是靠近了 0.382 的位置。那么从幅度上来说并没有达成预期，因此后期整体向上它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周线图来看一看上方潜在的这个目标压力位于哪里。第一个位置是最近的一个位置，是黄金分割 0.382， 第二个位置是位于 50% 的位置。那这两处分别是周线压力目标 155.70 和 185.20， 这就是目前我们能看到后期这个潜在的这个目标压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这个分析从 60.30 开始向上的这一波走势结构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那这里我们继续看目前的这个周线图，起手从 60.30 涨到了 118.50， 然后从 118.50 再次出现了一个2次探底走势，跌到了 64.60。 那通过这2波的一个整体走势以及所花费的一个时间，那大概率目前来说的话，起手它是已经走完了这个 A 浪，然后回撤还有一个 B 浪，当前应该就是处于这个 C 浪当中C 浪当中。那当前我们也就知道了，目前我们通过结构划分，我们是已经处到这个 C 浪结构当中，但是这个 C 浪应该是还没有运行完毕那接下来我们对于这个 C 浪从 64.60 这一波走势，我们继续来划分。首先完成了一个5波引导楔形的一个 C1， 探底出现了一个 C2， 向上 C3， 目前是在 C4 里面，后期还会出现一个 C5 走势，此处我们用紫色来表示。那等这个 C5 走完之后，那全部的大 C 浪将会运行完毕，
那么目标就是刚才我们周线所说的2个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从更小的周期来找到当前是否存在这个短线参与其中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日线图目前来看当前的位置它是出现了一个收敛形态，那当前从这个调整形态的低点，也就是 101.80 再次出现了一个上涨走势。那么这次往上运行，它极有可能突破之前反弹的高点创出本轮上涨的一个新高。那当前我们就是要通过黄金分割找到最近的这个支撑位于哪里。那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再找到之前左侧的这个所谓的平台底部，可以看到近期下方的这个支撑大致是位于111到108，这就是日线支撑。如果近期这个阿里巴巴的股价能回落靠近上述这个日线支撑，我们就可以考虑短线建一些仓位，等待这个 C 浪5的最后一个波段上涨机会。那后期整体上行的目标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如果涨到155，那距离现在的点位来说的话，大致还有40块钱，也超过了 30% 的一个上涨空间。所以当前这个位置我们就要重点关注近期有没有小幅回撤的这个机会，如果有，我们就可以参与其中短线介入。然后下方的风控我们可以考虑放在 0.764 这个位置下方，比如现在的位置是 0.764 是 105.90， 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到105或者是 104.50 都可以。也就是说以很小的止损我们博取较大的收益，止损不能太大，因为止损一旦过大的话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盈亏比不合适，盈亏比的范畴就影响到你的交易，以及影响到你后期预期的这个盈利空间的一个问题。好，通过刚才我们这个视频结构的分析，那么当前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处于这一次反弹阶段的这个 ABC 浪的当中的 C 浪，具体来说是处于当中的这个 C5 浪的一个初期，也属于日线的一个波段上涨的一个机会。那近期我们就是关注能否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撤，给到我们一个进场的机会。当前这个位置已经开始逐步向上，要脱离相对的这个区间底部，所以大家近期可以重点关注这只股票。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